伊朗在谈判桌上漫天要价，乌军杀穿俄罗斯补给线。6月19日签字在即，伊朗爆出来了新一轮的要价，美国要解冻240亿美元资产，白送3000亿美元重建费，并全面撤出中东。至于浓缩铀和地区代理人问题，无限期搁置就行了。美国当然要驳斥伊朗的痴心妄想，而且美国多了一张新牌，石油出口量连续3个月霸榜全球第一，就看伊朗怎么接招。在另一边的乌俄战场上，继克里米亚之后，红军村的补给线也成了乌克兰的目标。普京坐不住了，一边承认战事推进缓慢，乌克兰的打击损害了俄罗斯经济，一边喊着要加大反击力度，扭头在白俄罗斯新建5个无人机发射场。美伊这场冲突要结束了吗？俄罗斯真的能够反制乌克兰吗？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亲自官宣，经过数周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将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字仪式定在6月19日，地点在瑞士日内瓦。特朗普随后也确认说协议已经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同时下令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听起来像是一场世纪大和解，双方要给这场战争按下暂停键了。但是火力军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谈判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伊朗不像是来谈判的，而是来搞笑的。关键就在于伊朗爆出来的条款内容。伊朗半官方媒体迈赫尔通讯社甩出了14点备忘录草案，我们来看这14点条款。说是14条，其实可以大致分为几类。首先就是最迫切的撤军问题，草案要求所有战线停火，美军在30天内从伊朗周边全面撤出，签完了不准再增兵，还有正式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然后是伊朗最关注的钱的问题，在钱这一方面，伊朗还是那个态度，打钱，先打钱再谈判。草案要求在最终谈判开始前，必须先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中的一半，也就是120亿美元。其实单这一条，美国就不太会可能同意。之前就有新闻披露，特朗普很不满意这一条，要求必须分阶段推进，而且要看伊朗表现。但是伊朗告诉我们，他们的胃口还可以更大一点。更狠的就是接下来这一条，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拿出至少3000亿美元来支持伊朗的重建计划。这个还不是协商，而是必须提交。除此之外，还有石油禁令，美国必须暂停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所有销售制裁。伊朗不仅能随便卖，卖完的钱还能随便用。伊朗媒体还特别强调，解冻美元资产，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禁令，这3件事不办完，最终谈判就别想启动。最后是伊朗的红线问题。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他对地区代理人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压根不在谈判范围内。哪怕进入最终谈判，这2项也不在议程里。也就是说，进入最终谈判阶段之后，谈判实际上只有3个事项：浓缩铀、解除制裁、伊朗经济重建计划。最重要的是，协议里必须有对应的监督机制来监督协议，最终协议还要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背书。这么一梳理，估计很多朋友都能发现其中的问题。这几乎都是伊朗对美国的要求，美国要做什么必须做什么。那么伊朗呢？别急，伊朗当然也给自己安排了剧本，只是这个剧本和美国那边截然相反。在伊朗的妄想中，伊朗需要重申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承诺不制造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需要按照伊朗的安排重开。没错，按照伊朗的剧本，这份谅解备忘录基本就是伊朗的许愿池，美国都得跟着伊朗的节奏走。至于美国的诉求，不管。这样一份单方面索取的清单摆在美国面前，美国真的会签吗？火力军可以断定，如果双方商议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爆出来的这个版本，那么特朗普一定不会签字。原因无他，这跟投降书有什么区别？上面的条款其实大部分都是老生常谈，之前特朗普就对这些条款嗤之以鼻。如今伊朗不仅没有让步，甚至还多加了一条3000亿美元的支持。特朗普甚至连12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都不想太轻易放出来，更别提伊朗现在直接伸手进他口袋里捞钱了。所以单纯是打钱这一条，双方就很难达成共识，最多豁免石油制裁。据阿克西奥斯报道，在伊朗放出这份协议之后，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直接把伊朗的说法怼了回去，所谓的解冻120亿美元全是假话，协议要求的是看伊朗表现付款，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1分钱都不会放。到这一步，问题就很明朗了。双方的核心分歧其实在于钱，伊朗的条件是先给钱再谈表现，美国的底线是先兑现承诺再给钱，双方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不过其他条款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伊朗要美国承诺不干涉内政，把这东西写进备忘录，摆明了是想绑住美国在中东的手脚。还有撤军，伊朗说的是要美国撤出军事力量，这其中的门道就多了。
什么军事力量？航母战斗群撤不撤？中东的军事基地撤不撤？这种模糊的言辞往往藏着最大的窟窿。最后是导弹和地区代理人的问题，这也是美国动手的核心原因。伊朗不能拥核，也不能拥有投放核武器的导弹系统，更不能通过地区代理人威慑中东。如果不聊这些，那美国这场仗岂不是白打了？所以无论怎么看，美国都不可能签这种协议。那么伊朗为什么还是要把这份草案放出来？其实本质上还是安抚。打了几个月的仗，完全被对方按着摩擦，经济也千疮百孔，不拿点战利品回去，强硬派能把谈判代表的皮扒了。把这份清单放出来，至少能让国内觉得我们的谈判团队没丢脸，即便最后实际拿到的远不如纸上写的。其次就是抢占叙事高地，抢先披露一方版本，万一最终协议签下来跟14条差距太大，他们也可以甩锅给美国，不是我们怂，是美国拒绝了我们的条件。说白了就是讨价还价。伊朗这套路早在伊核协议谈判时就玩过，这次只是把剧本翻出来又演了一遍而已。只不过这一次对手是特朗普，一个压根不按剧本出牌的人，所以事态真的会如伊朗希望的那样发展吗？不太好说。尤其是现在的情况，美国真的愿意放手吗？或许很多人想不到，不管这份备忘录签还是不签，有一件事板上钉钉，美国已经把中东的红利吃干抹净了。路透社报道了一个数据，美国石油出口量在5月份冲到了每天1050万桶，直接把沙特的590万桶和俄罗斯的700万桶双双踩在了脚下，连续3个月霸榜全球第一。曾经在全球石油出口榜上轮流坐庄的2大传统产油巨头，连第2名的位置都保不住了。就在1年前，这些数字还是沙特810万桶，美国660万桶，俄罗斯580万桶。现在天完全变了，这背后也不是什么运气。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产量几乎增长了3倍，达到了每日2200万桶。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在2026年4月，仅2叠纪盆地一个区块的页岩油产量就达到每日612.8万桶，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再加上2015年美国解除了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页岩油企业就这样冲进了全球市场。相比之下，沙特一直在欧佩克配额框框里打转，俄罗斯则是自2020年以后产量就没突破过每日1000万桶的门槛。而俄乌美伊2场战争又给美国送来了神助攻，俄罗斯被乌克兰拖在战场上，6场全成了无人机的目标，产量被硬生生拖垮。而中东这边，伊朗掐住了霍尔木兹海峡，海湾各国有油也运不出去，兜兜转转，美国吃下了能源市场这块蛋糕。按照路透社的数据，2026年5月，47%的美国原油出口流向了欧洲，46%流向了亚洲，取代的正是原本由俄罗斯和中东供应的份额。克宫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老大伊戈尔·谢钦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能源公司才是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最大受益者。所以美国现在手握一个双杀局面，谈判桌上停火就能给竞选降通胀、降油价，谈判桌外拿到了石油出口主导地位，能源也成了美国手里的武器。再加上以色列这个变量，那美伊是否能够真正签署和平协议，还真的是一个未知数。把视线转到另一片战场，乌俄战场上，乌军的无人机再次瞄准了俄军的补给线，这一次的目标是红军村。乌军第7快速反应军把连接红军村和赫里西内的 T0508 公路彻底变成了一条死亡之路。据第7快速反应军公布的数据，这条公路的关键路段差不多也就2公里，在过去50天里，大约100名俄军士兵就在这么短的路段上身亡，可以说完全成为了乌军的清剿区，不设防不封路，欢迎随时来，不过来了就别想走了。俄军也不是不知道这条路危险，但是俄军也没招了，这是从赫里西内往红军村运送补给最短的路，绕别的路要多跑几十公里，为了效率肯定要走最短的路。关键是这段路没有任何像样的掩体，树木被炮弹炸光了，森林带被打成了平地，说白了就是光秃秃的大马路。在这上面跑，只要被无人机盯上，基本逃不过一死。然后就是俄军的安排，他们也不用装甲车什么的装备，可能确实是没钱了，烧不起装备，所以只能采用对他们来说最廉价的方式，让步兵忍肉冲锋。反正宁可丢了这些人的命，也不能丢了装备。乌军也不只是盯着马路上的移动目标，他们顺带清剿了红军村市中心第7快速反应军，联手特种作战部队第4游骑兵团，在城内一口气端掉了6个俄军无人机发射点。更耐人寻味的是，俄军把这些发射点藏在了咖啡店附近、商店里面、图书馆，还有一栋受损的私人住宅楼。俄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民用设施做掩护，让乌军不敢轻易动手。但他们的算计还是失灵了。乌军通过系统性分析俄军在红军村的无人机活动轨迹，反向锁定了这6处发射点的精确坐标，然后用固定翼无人机将其轻松搞定。反正你藏你的，不影响我炸你。
而在克里米亚方向，在一系列打击之后，克里米亚算是真的被孤立了。为了巩固成果，防止俄军修复通道，乌军正在对克里米亚的交通设施进行持续性打击。战科伊检查站、铁路桥、替补的浮桥以及琼加尔附近的军用运输车辆全都逃不掉。战科伊检查站附近的交通已被迫暂时限制通行。浮桥那边更惨，因为承载力有限，卡车被迫排队等候过河。乌军无人机抓住的就是这个排队窗口，一炸就炸一串。除了交通设施，那些军工厂依然还在打击范围之内。克里米亚北部阿米尔扬斯克的克里米亚泰坦工厂上了乌军的打击清单，这是东欧最大的钛生产设施，也是俄罗斯军工供应网络中的关键一环，专门生产二氧化钛和硫酸。前者是军事装备、防护涂层和隐形涂层的基础材料，后者是火箭推进器、炸药、推进药的核心原料。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后，当地社交媒体上对情况的描述相当炸裂，整个工厂被击中了23次，所有车间都受损，一切都在燃烧。然而俄方还是像以前一样一口咬定这就是工业事故，哪里来的袭击？这嘴硬程度，火力军只能说你们高兴就好。不过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事故发生当天，俄罗斯宣布对阿米尔扬斯克实施临时供水限制，早晚掐着点放水。一个钛厂被炸，整座城市必须限水。这场工业事故的波及范围还挺广。可惜的是，他们再怎么硬撑也不行，毕竟顶头老大看清现实了，这场仗完全是被乌克兰追着打。在俄罗斯的国庆日，俄罗斯日当天，普京拉着参战军人开了一个会，当着全场人的面承认了一个扎心的事实：俄军的推进速度比他期望的要慢，但又强调正在一步步推进。这论调就很经典，推进的战果在哪里？该不会是那些渗透成果或者 AI 升级视频吧？他还承认，自2026年初以来，乌克兰已经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海港和能源设施发动了超过80次袭击，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损害。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普京也有了想法，那就是加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从而打消乌克兰的进攻念头。至于怎么加大强度，俄军也拿出了一个方案：白俄罗斯，我的好小弟，还是要看你的。据自由欧洲电台白俄罗斯语服务部披露的卫星图像，俄罗斯在紧靠白俄罗斯边境的布良斯克、奥缪尔和斯莫棱斯克3个州，一口气部署了至少5个新的沙赫德无人机发射中心。最炸裂的是奥缪尔州奇姆布洛沃村附近那个俄罗斯媒体自己吹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港口，占地将近8平方公里，拥有12个发射台与100个无人机储存设施。此外，还有斯莫棱斯克州的沙塔洛沃军用机场，距离白俄罗斯边境只有46公里，是已知发射点中离白俄最近的。设有约10套固定发射装置，防空系统一应俱全。布良斯克州的一个发射点在谢夏军用机场，这个机场在2023年5月就被乌军无人机光顾过。剩下2个位于纳弗利亚和阿索维察村附近。这些设施有一个共同点，目前仍在持续扩建中。这些设施之所以建在白俄罗斯边境，就是想利用白俄领土作为过境走廊，甚至俄罗斯无人机在飞行的时候还会刻意紧贴白俄边境，这样既能直击基辅，又能沿边境转向乌西地区，从而增加乌克兰的防空难度。至于无人机违规过境，白俄会不会反对，这不在克宫的考虑范围内。而白俄罗斯方面跟着大哥脚步，对此只能保持沉默，当作不知道，任由那些无人机拿自家领空当后花园飞。小算盘打得很精明，但是这都2026年了，俄军怎么还会以为单靠改路线对数量就能压过乌克兰的？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已经迭代了不知道多少轮，难道俄罗斯完全不看乌克兰的无人机拦截成功率吗？不然怎么还会抱着在无人机领域和乌克兰对轰的想法？他们现在建100个储存设施，乌克兰的无人机明天就盯上这100个，你建再多，无非就是给乌克兰的打击清单再加一个坐标，给乌克兰再添一笔战绩。所以这5个新的发射场阵势看着挺大，本质上是一个面子工程，只是为了向外界证明我们还在打，我们还在布局。但放在整个战局完全不够看，就是5个新靶子而已。除了这些新建的发射场，白俄罗斯铁路监督组织、白俄罗斯铁路工人共同体还挖出了一个猛料。白俄罗斯军方已经在明斯克的交通控制中心大楼里搞出了一个永久封闭的军事区。明斯克的铁路控制中心负责统筹白俄罗斯全国所有的列车调度、运营管理和区域协调，可以说是白俄罗斯的铁路大脑。结果军方直接拿走了8楼，面积大约600平方米，差不多20-30名军人驻扎在这里，然后架起武装岗哨，把楼梯间出口全封了。原来的电梯照样能到8楼，但那出口现在是军人专用，9楼的员工被迫从7楼下电梯，然后爬上2层楼梯才能到自己的工位。之所以要控制这里，原因也很简单，白俄罗斯境内发生的针对俄军的破坏行动，超过80%都发生在铁路上，铁路工人一直是最活跃的抗议群体。随着战事的推进，俄罗斯逐渐渐肘，越来越依赖白俄罗斯的输血。
所以卢卡申科不得不防范，避免那些铁路工人来破坏他和普京的友好互动。但是这样一来，军方把自己的手伸进了国家核心运输管理系统，白俄罗斯的铁路系统就从一个民用调度中枢转变成了一个军事指挥节点，军民设施之间的界限正在被彻底抹除。一旦战争升级，这个铁路控制中心就会被视为军事目标，整个建筑连带里面的人都将面临极高的风险，整个白俄铁路网络也将瞬间瘫痪。这一波操作，白俄罗斯完全是献祭自己来做俄罗斯的运输大队长，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指向倒是很明显。白俄罗斯已经彻底绑死在俄罗斯的战车上。火力军只想问，为了给俄罗斯看家护院，做到这种地步，真的值得吗？恐怕只有卢卡申科自己心里清楚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伊可以顺利签订和平协议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